位绝对是漫威头号作死高手。只见他按下狼射手办按钮，打开家里所有煤气开关，然后气定神闲地躺到石油桶上，手里的烟头弹进油桶的瞬间，现场直接炸翻了天。哪怕他是自愈能力逆天的死士，这一下也给炸了个粉碎。可结果呢，照样毫发无伤，屁事没有。转头又跳进动物园熊坑，把自己当特供生鲜，喂了北极熊。围观小孩直接看傻了，满血复活后又冲上摩天楼顶，仰头灌完一整瓶珍藏版洁厕灵，然后自由落体砸向地面。各种作死花样翻新，他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死士到底为什么这么急着去死呢？自从上一部渐渐解锁不死之身后，他听了刚力士的劝，正儿八经当起了英雄，杀遍反派毫不手软。直到这天搅完谢尔盖老巢，因为急着跟女友丽莎过纪念日，随手放了对方一马。渐渐一边被追杀，一边跳进出租车狂飙回家。回到家后，两人互换了礼物。渐渐准备的是他们第一次约会的纪念币，丽莎笑着说打算给家里添个宝宝。随后两个人窝在沙发上，一边看电视一边给孩子想名字，幸福的冒泡泡。就在渐渐起身准备弄点宵夜的时候，突然感应到了一股杀气。原来是谢尔盖带人马杀回，死士反应够快，一个飞扑抄起刀具架，转身就是一套连招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、五刀，干净利落，全员放倒。他顾不上耍帅，赶紧回头问丽莎有没有受伤。丽莎说没事。话音刚落，身后谢尔盖突然出现。女友中枪倒下的那一刻，死士整个人直接崩了，心痛到撕裂，愤怒混着眼泪疯狂往外涌。他一个箭步撞破玻璃，从楼上跳下去，像头被激怒的野兽，死死追击谢尔盖。谢尔盖吓得魂飞魄散，只顾疯逃。可当渐渐抓住凶手的那一刻，巨大的悲痛还是把他淹没了。他知道哪怕把对方碎尸万段，也换不回丽莎的生命。他抱着凶手转向迎面驶来的货车，可不死之身成了最残忍的诅咒。为了再与丽莎相聚，死士彻底豁出去，开启了丧心病狂的花式自杀表演，操作离谱到能刷新漫威下线。最惨那次就是被炸成碎块，濒死时他恍惚看见了日思夜想的丽莎，却被一道墙死死隔开。还没等他弄明白丽莎说的是什么意思，突然就被强行拉回现实。没错，他这次又没死成。爆炸平息后，好基友刚力士赶到了现场，面对散落一地的死士碎片，他二话不说全部打包拖回了 X 学院。复活后的死士坐着 X 教授的轮椅瞎逛，吐槽学院万年没新人，压根不知道隔壁在拍黑凤凰。随后渐渐一本正经地告诉刚力士，害死丽莎的真正凶手现在就剩下一个，就是拥有不死能力的自己。他想赎罪，却连自杀都做不到。刚力士听后安慰他道：Vanessa is gone. She's not coming back. This may not be family you want. It's family you need. You have a good heart. It belongs here where it can grow. 这些话戳中他心底最后的柔软，他忽然想起濒死时丽莎说的那句话，他抱了抱刚力士，算是答应了留下来。很快任务就来了，一个叫罗素的小胖墩在变种人治疗院门口搞事情。这小子拥有火系超能力，情绪上头了，打算把在场所有人类全烧死。渐渐穿着 X 学院标志性的实习生校服，风风火火赶到现场，张嘴就开始输出，吐槽小胖的拳头跟烤羊蹄似的，看着还挺香。小胖被惹毛了，一波火焰发射出去，旁边的弹头直接被击飞。渐渐不但没收敛，还在那儿继续嘴欠。结果刚力士跟着遭了殃，也受到了火焰的攻击。渐渐这才稍微正经了一点，试图安抚小胖。就在这时候，孤儿院的院长走了出来。小胖一看到院长，情绪彻底失控，一拳把渐渐打飞了出去。渐渐一把扯掉那身尬到抠脚的实习生校服，杀回战场。落地的瞬间，侧身避开小胖的火焰攻击，紧接着抽出背后的战刀，抬手就是一甩，刀把正中小胖脑门，把他干翻了。警察给小胖戴上了抑制超能力的项圈，渐渐凑过去问了一嘴，得知这东西能让变种人使不出超能力，他脑子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，戴上它，自己不就能死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直旁观的孤儿院院长开口了，先是感谢渐渐的出手相助，并表示要把罗素带回孤儿院，好好进行素质教育。可被控制住的罗素突然开口恳求渐渐送自己去冰河监狱。渐渐觉得不对劲，拦住正要带走小胖的工作人员。他低头查看，发现小胖脖子上有伤痕，一问才知道这孩子每天都在被院长虐待。死士当场就炸了，他二话不说抬起枪，直接把院长的手下撂倒在地。
刚力士见状立刻扑上来拦住他，两人对正义的理解差了一个银河系。刚力士认为死士这种暴力的做法完全踩穿了超级英雄的底线，他失望至极，当场宣布再也不跟死士天下第一好了。最终死士和罗素一起被带上了项圈，关进了那座专门关押变种人的冰河监狱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